最緊要快，如果唔係就會俾人。好多人都對呢一杯茶餐廳嘅水有疑問。嗨，大家好啊！今日呢，我想同大家分享下嚟香港旅遊嘅時候應該注意嘅事項同埋資訊，因為一直以嚟呢，都見到好多外國嘅遊客嚟香港，然後分享佢哋喺香港做任何嘢嘅時候一啲旅遊嘅資訊啦，但係從來都未見過有香港人會講下呢一啲小資訊，但係其實我哋作為香港嘅道地居民啊，應該咧了解呢一個香港更加多嘅。咁啊，我哋有啲注意事項，睇下今日分享一啲旅遊嘅資訊，令到你哋嚟香港嘅時候玩得更加開心、更加盡興啦。咁我哋依家去片啦！大家一嚟到香港，第一下到埗，最緊要當然係有兩件事啦，就係點樣出市區同埋點樣上網啦。電話卡有幾種選擇，第一就係去香港屈臣氏嗰度購買一張電話卡，只需要33蚊，裡面就有50G，仲可以用30日添。就算你用5日都冇問題嘅，都可以有50G。好簡單，插咗卡之後，開啟流動數據 ，scan 個 QR code，實名登記，然後就用得㗎啦。另外仲有一個方法，唔使等到出機場先買到用到嘅，就喺網上面 KKday 或者 Klook 嗰度預先買咗先。睇下邊一個計劃適合自己，然後一出到機場就可以直接去 counter 嗰度拎，插咗張卡入去就可以即刻用啦。連結我會放喺描述欄下面，價錢亦都唔係特別貴嘅。咁如果你喺 Klook 或者 KKday 買咗卡或者 WiFi 蛋，究竟要去邊度拎啊？就係喺呢一個接機大堂嘅 A 嘅右手邊，基本上預定嘅飛都會喺呢一個 counter 度拎。咁我都有幫大家睇過，如果你哋喺我下面連結購買嘅電話卡或者八達通等等，都會喺呢一個 counter 就可以拎到噶啦，就係 A13櫃位。另外呢邊咧都有唔同嘅公司嘅 WiFi，都係可以喺呢一度取件嘅。好啦，完成咗電話卡之後，我哋就開始揾車離開機場啦。首先拎電話卡嘅另外一邊會有租車或者包車嘅服務，不過應該好少人會用呢一個服務嘅。大家會見到有個標示寫住往市區，今次主要想教大家點樣出去市區嘅。如果想去其他嘅地方，佢嘅指示都好清晰，唔需要擔心。第一個方法就係坐機場快線，即係機鐵啦。佢聲稱可以24分鐘就可以出到市區。機場快線只有幾個站，就係去青衣、九龍、香港。如果想去其他嘅地方嘅話，就要去唔同嘅地方轉車啦。如果唔想排隊買飛，呢一邊仲有一個自助售票機，而行去個櫃台嘅話，同佢講你想去邊，你就可以買到飛噶啦。票價方面一啲都唔平啊！我相信嚟香港旅遊，大多數要住同埋玩嘅，應該都係香港站嗰邊，而且香港站都可以轉去其他比較常去嘅地區顏色嘅路線，所以115蚊應該走唔甩噶啦。另外110蚊係八達通嘅價錢。稍後我會教大家點樣去買八達通。呢部售票機可以接受支付寶香港、微信支付、Apple Pay、Google Pay、信用卡都可以。可以選擇繁簡英嘅畫面，讀一下你想去嘅地方。撳咗確定之後，選擇付款嘅方式就可以俾錢啦。下面嗰個咧，主要係攞嚟信用卡俾錢嘅，而上面嗰個係其他付款方式可以掃曲用嘅。買好飛之後就行去 D 出口嗰度，一路直行，坐機場快線都幾舒服嘅。好啦，依家就教大家點樣去買八達通先。其實依家大部分嘅入閘機都接受信用卡坐車。但最方便嘅方法，我真係建議你哋買返一張八達通，因為喺香港八達通係好重要，無論你食嘢、買嘢、坐車都可以用，非常之方便。所以我可以一句講晒，只要有八達通就可以喺香港生存。只需要選擇返買咩種類嘅八達通。如果你哋係成人嘅話，就買中間成人旅客八達通。呢一部機有更多嘅付款選擇，大家唔需要擔心。而呢一張八達通呢，
係150蚊嘅，有39蚊係買八達通嘅錢，即係你用39蚊買咗嗰張卡。另外有111蚊係呢個儲值額。如果你想增值，可以去呢一啲增值機，先插入八達通，然後睇下增值幾多錢，選擇咗之後再入現金就可以啦。當然啦，你去71或者港鐵嘅櫃台都可以一樣用現金增值。如果你唔想話，我嚟到先撳啊，左撳右撳咁麻煩，當然可以喺網上面 Klook 買定就最好啦。張卡入面亦都含有50蚊嘅儲值額，好處就係一出機場去我剛才所講嗰個櫃位去攞就即刻拎即刻用就可以啦。連結我都會放喺資訊欄下面。上網卡又準備好，八達通都準備好啦，我哋可以離開機場啦。跟住落嚟，我會教大家點樣去坐巴士去目的地。我哋首先揾咗呢一個往市區嘅牌先，佢會有地鐵、巴士、的士嘅選擇。另外，如果我哋預約咗其他嘅旅遊巴或者酒店巴士啊，都可以喺呢一邊出。見到分岔路之後，我哋轉右就係坐巴士啦。而巴士呢，真係可以去好多地方㗎，我眼見差唔多全個香港都可以去。呢一度係好多字，密密麻麻，等我簡單啲解釋俾大家聽啦。呢度有5類嘅巴士，第一類係去九龍，例如紅磡啊、旺角、尖沙咀、深水埗等等。第二類係去港島區嘅，例如金鐘、灣仔、中環啊、銅鑼灣呢一啲等等。第三類係去新界嘅，例如荃灣啊、元朗、屯門、天水圍、沙田呢一啲。第四類就係大嶼山，主要係東涌啊、梅窩啊、博覽館呢啲近啲嘅地方。而最後一類呢，就係通宵巴士，大部分係凌晨12點之後先開始運作。如果夜晚機嘅朋友都可以選擇坐巴士嘅。而呢度都有個電子牌，好清楚咁樣睇到你要坐嗰班巴士仲有幾多分鐘就會到達。大家可以睇到巴士嘅價錢係相對便宜。如果趕時間嘅話，大家當然可以選擇坐機場快線出去市區啦。但我個人嚟講呢，就推薦巴士啦，因為佢多車啦、方便同埋價錢好合理。識坐就一定係坐巴士啦，跟我呢一個香港人做一個精明嘅遊客。好啦，轉咗右之後，我哋就一直行，一直行。嚟到呢度，大家可以睇下自己要坐嗰班巴士嘅位置喺邊，有好清晰嘅指示牌，話俾你聽點樣去。呢一個亦都係香港嘅一個幾好嘅特色，就係指示牌好清晰，驚死你揾唔到咁樣。依家就教大家一啲坐巴士嘅小禮儀、小文化啦，等大家嚟到香港都唔好無端端受咗氣，都唔知發生咩事。通常巴士嘅地下咧會畫有巴士號碼，沿住個號碼去排隊等車，千祈唔好打尖。香港人最憎就係有人打尖噶啦。但係如果你坐輪椅係傷殘人士嘅話，可以優先上車。不過如果你禮貌咁樣問可唔可以俾你排先嘅話，一般嚟講香港人都好樂意讓俾你排先嘅。每個巴士都會有一個路線圖，寫低呢一度有啲咩巴士搭，中英對照。紅色有顏色嘅係巴士會去嘅站，灰色係佢去過嘅站，所以千祈唔好坐錯方向啦。可以教大家用一個巴士嘅 app， 如果要經常坐巴士嘅話係幾方便㗎呢個 app。先去 App Store 嗰度輸入1933，然後開啟。你就會見到一啲巴士，撳右下角搜尋，輸入你要坐嘅巴士嘅號碼，就會知道仲有幾多分鐘有車啦。你亦可以撳車程，先選擇自己位置作起點，然後選擇目的地為終點，就知道仲有幾多分鐘就可以去到目的地啦。另外，佢仲有時間表俾你睇最早同埋最尾嗰班車嘅時間。當見到有自己巴士嚟嘅時候，記得伸一伸手節，因為有時候巴士司機以為冇乘客就會直接駛走噶啦。保險啲做法就係伸一伸手示意你要上車。記得巴士要喺前面上車，後面係唔可以上車噶。一個少少善意嘅提醒就係最好拎定八達通出嚟等車，一上車就可以即刻拍卡。如果上到車先開始揾嘅話，就會阻住晒後面嘅人。
香港人最中意就係快，而最憎就係啲人阻住晒啊！所以如果你想被人友善對待嘅話，可以早少少準備定張八達通，睇到八達通 logo 直接拍落去就可以上車噶啦。一般嚟講，巴士上面有兩部機，左邊嗰部係俾信用卡、八達通支付嘅，右邊嗰部有個八達通 logo 呢，就係八達通專用噶啦。嘟錯咗唔緊要嘅，最多冇反應啫。但嘟得慢嘅話，就會俾人。香港人真係唔等得噶，大家要記住。同大家依家補定習先。上到巴士擔心唔識得落車，唔需要擔心。每一架巴士嘅車頂，無論上層定下層，都會有個電子版中英對照，會提示你下一個站。另外，巴士都會附設呢一啲路線圖，可以清楚睇到有啲咩路線，用唔同嘅方式顯示下一站係啲咩站。雖然有時候呢一個電子版係會壞咗，如果你睇車頭嘅話就會準確啲啦。如果要落車嘅話，千祈唔好大叫我要落車，咁樣會遭到奇異嘅眼光㗎。一唔小心仲可能成為咗 YouTube 嘅紅人。我哋只需要撳呢一個落車掣，車長就會喺下一個站停車㗎啦。巴士呢一邊又介紹得差唔多啦，依家我哋去睇下由機場點樣坐的士去目的地先。揾返往市區呢一個牌，沿住呢一個牌行，左手邊就係的士站啦。行前少少，你哋就會見到有3種顏色嘅的士，有紅色、綠色同埋藍色嘅的士。我會帶你哋了解下呢3種的士嘅分別，等你哋唔好上錯。呢一度最主要都係提醒你唔好坐啲無牌嘅的士，擔心安全。我估佢指嘅應該係 Uber。呢一度都好貼心，話俾你聽，仲有幾耐就有的士。香港嘅的士係冇價講嘅，只可以睇住個錶，除非你遇上8號風球啊、黑雨或者惡劣天氣等等呢啲情況，佢哋就會有可能開價，然後先載你，都係可以體諒嘅。行出嚟左手邊會見到紅色的士，紅色的士基本上就係成個香港都會走勻嘅，除咗大嶼山同埋離島區之外，佢哋都可以周圍咁樣行。最主要佢哋嘅服務係香港島同埋九龍呢啲地區，佢嘅起跳價比其餘嗰2款的士係貴啲，29蚊。另外仲會有隧道費同埋行李費嘅。而綠色嘅的士就即係新界的士，只可以喺新界嘅地方行走，例如上水粉嶺啊、屯門元朗呢啲，沙田都應該出唔到噶啦。起標佢係25個半。仲有一個好唔起眼嘅地方，就係喺右手邊有一啲藍色嘅的士，基本上極少人會坐藍色嘅的士。我懷疑我自己都係坐過1-2次咋。藍色的士係屬於大嶼山嘅的士，只能夠喺大嶼山、東涌或者岸平一帶行走，24蚊起標。所有嘅的士，如果你要求要收據嘅話，佢一定係會俾你嘅。但係值得留意一點，就係請準備現金啊！雖然聽聞佢哋都有得收八達通，但係唔係每一架都有㗎，請你哋務必一定要準備現金。介紹完3種出市區嘅交通工具之後，嚟到香港當然要體驗下電車啦。電車我哋香港人又會叫佢做叮叮，因為佢行嘅時候會發出叮叮咁樣嘅聲。叮叮係香港嘅歷史，好值得去坐下。佢係一條單軌嘅電車，有2層，但同巴士個樣係有少少分別嘅。佢行得好慢，同埋佢只係會沿住嗰條軌嚟行。叮叮係冇冷氣嘅，車廂亦都唔係好闊，但欣賞香港嘅景色係一流。喺叮叮上面影相都好靚㗎，記得大前提唔好騷擾到其他人喎。叮叮同巴士相反，佢係由車尾上車，車頭落車，落車先至俾錢，上車嘅時候就唔使俾錢嘅。你睇下，佢真係有叮叮聲㗎。只要你分清楚咩方向上車就冇問題啦，因為佢淨係得一條路嘅啫，基本上上咩車都可以去到你嘅目的地。但係要留意，如果叮叮上面寫住往跑馬地嘅話，就會去唔到銅鑼灣之後嘅地方，所以跑馬地嘅車一般都會少啲人坐，千祈唔好坐車啊，因為好耐先可以翻得出嚟㗎。車廂空間大概就係咁樣噶啦，落車就喺車頭，
如果多人嘅話，我自己盡量都會向前行，因為我擔心太多人會落唔到車。右手邊呢一個大家應該好熟悉啦，就係俾八達通嘅，呢一邊係信用卡同埋支付寶。左邊呢一個係俾現金嘅，要注意呢一個係奉獻箱嚟噶，俾咗係冇得找噶，千祈唔好放啲20蚊啊、50蚊落去啊。一程車無論你坐幾遠都好，佢都係3蚊嘅咋，小朋友係個半。聽聞依家用 Visa 信用卡拍卡仲可以減1蚊添，記得係 Visa 信用卡啦。落車嘅時候就咁嘟一下就可以落車噶啦，都係嗰句啦，準備定八達通或者散紙，咁就唔會影響到其他人。最後一樣交通工具就係小巴啦，我哋又叫佢做 van 仔。對於我嚟講，呢一個絕對都係打大佬嘅級數，亦都唔建議遊客去坐。首先揸車嘅司機大多數都係上咗年紀嘅阿叔，然後當佢哋聽到你講其他語言問路嘅時候，佢哋會即刻閂門，至少我自己見過3次咁多。跟住你係完全捉唔到路，呢一架車係可以有咩站，邊一度可以落，又唔知幾時嗌有落。所以作為呢個香港人嘅我，都冇咩勇氣會坐。依家我帶大家坐一次以身試險啦。我講解一下 van 仔仲有一個困難之處，就係有分段收費。如果你哋見到八達通 logo 下面有一個圓形嘅掣，每撳一次都會有唔同嘅價錢，但我唔知道幾時可以用。通常呢，我都係跟前面嗰個人，人哋撳我又撳，或者我自己都唔敢撳，俾咗全程。另外 van 仔仲有紅色同綠色嘅分別應該在於紅色係比較長途，而綠色係區內遊走嘅用途比較多，所以紅色咧通常都係俾現金，冇得俾八達通，而且佢哋嘅車速係亡命嘅級數，又會叫佢哋做亡命 van。如果你哋真係想試下挑戰下嘅話，你哋就試啦。了解咗香港嘅特色之後，最後最有特色嘅茶餐廳當然要介紹一下啦。今次我就近近地揀咗屋企附近嘅一間茶餐廳，介紹一下茶餐廳嘅禮儀同埋文化。通常你哋喺門口睇下有冇嘢啱食先，千祈唔好入到去坐好耐先開始研究食乜嘢，因為茶餐廳嘅速度就係要快，基本上成個香港都要快噶啦。通常你哋會去茶餐廳嘅時候，見到會有2杯水擺咗喺台面，呢一個亦都係遊客好多疑問嘅地方。究竟呢2杯水係攞嚟做咩嘅呢？呢2杯水呢，其實香港人嚟講呢係唔會攞嚟飲用嘅，佢嘅作用呢係攞嚟洗餐具。當然你用嚟飲啊係冇問題噶，只要你唔好洗完之後攞嚟飲就得噶啦。如果呢每一個茶餐廳嘅台呢，其實呢一度係暗藏咗個櫃桶，係可以攞呢一個餐具嘅。然後就可以拎嚟浸餐具啦，呢一個都係香港嘅文化，可能大部分人都唔知。你要熱奶茶嘅，跟住另外一個燒鵝奶要凍咖啡。如果你一旦叫咗侍應過嚟，你就要快狠準咁樣叫你哋所要嘅食物。只要稍有猶豫，有機會侍應就會去第2張台嗰度落單先，咁你又要再等下噶啦。噔噔。話咁快已經嚟咗啦。由於呢一個係下午茶啦，香港嘅下午茶嗰個燒鵝，大家可以望下，係呢一種咁樣嘅份量。咁啊，另外再嗌一杯凍飲啦。呢一個呢，就係香港最常會食嘅嘢，就係燒鵝奶。一般茶餐廳都係用八達通嘅，好少部分都係會用現金，其他嘅支付就要睇個別嘅情況啦。今集就嚟到呢度，希望呢條片可以幫到各位準備嚟香港玩嘅朋友，希望你哋喺香港玩得開開心心。作為香港人嘅我會好自豪㗎。有咩問題歡迎喺留言區嗰度留言，我會盡力解答你哋㗎。拜拜。如果鍾意呢條片，記得 share、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下條片見。